2025年6月15日，一条辟谣视频在网络上引发巨大关注。视频中，一位名叫雍仲旦家的藏族青年用略显颤抖的声音说道：“大家好，我就是网传藏马熊事件视频的遇难者发小，请大家不要再转发共济的遇难视频，也请造谣的博主们立马删除造谣视频。你们的行为给共济的亲人和我们带来了很大的伤害。这背后是一起被网络谣言严重扭曲的真实悲剧，真相远比谣言更加残酷。今年4月下旬，西藏昌都大胜乡22岁的藏族青年共济骑摩托车上山捡鹿角，下午1点半左右与家人失去联系。当晚凌晨3点，搜救队在距离他摩托车不到100米的地方发现了遇袭现场。网传的那些令人不忍直视的画面，就是共济遭遇藏马熊袭击后的真实记录。而网络上流传的6月6号大学生徒步被熊夺命等说法，全都是无中生有的谣言。事件在网络上迅速发酵，评论区呈现出截然不同的声音。藏马熊很凶残的，千万不要去投喂，逗萌。已经看到很多游客不知死活摇下车窗给藏马熊扔食物了，还有停留拍照的，真的是无知者无畏。把藏马熊踢出国宝吧，真的，李海虎没了，这玩意儿没天敌了，只会祸害牧民。我们青海这边藏马熊袭人事件也多，希望国家多多重视牧民安全。但也有人质疑，这是个例，还是一种正在发生的趋势？答案可能比我们想象的更加严峻。2020年5月，青海智多县一名女牧民凌晨在帐篷中被藏马熊拖走，再无声息。同年，四川绵阳山区一头母熊连续造成3名村民失去生命。更早的案例中，甚至出现了牧民头部遭受致命袭击的惊魂事件。但最令人震惊的不是这些个案本身，而是一组来自三江源地区的调研数据，92.31%的牧民都亲身经历过人熊冲突。这意味着什么？在中国最重要的生态保护区之一，几乎每一个牧民家庭都曾与危险擦肩而过。为什么曾经敬畏人类、避而远之的藏马熊，如今却频繁闯入人类世界，甚至主动发起致命袭击？当生态保护的成功变成了牧民的噩梦，当国家2级保护动物成为了夺命猛兽，我们该如何面对这个前所未有的两难困境？今天，我们深入三江源腹地，探寻这场人熊大战背后的真相。你将看到的不仅仅是一个动物保护的争议话题，更是人与自然关系在新时代面临的根本性挑战。在中国版图上，有一片被誉为中华水塔的神秘高原——三江源。这里是长江、黄河、澜沧江的发源地，总面积 19.07 万平方公里，比美国黄石公园大21倍。流出的水资源占长江总水量的 25%， 黄河总水量的 49%。正因其无可替代的生态价值，三江源在2000年被列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2016年成为中国第一个国家公园试点。海拔3500米以上的高寒草甸上，分布着国家1级保护动物16种，2级保护动物42种。这里被誉为全世界海拔最高的生物多样性热点区域。但很少有人知道，这里正在上演一场前所未有的生存博弈。这里生活着大约1万名牧民，而与他们共享这片土地的还有数千头藏马熊。看似和谐的数字背后，隐藏着一个令人震惊的现实。在玛多县，藏野驴约3万头，藏原羚2万多只，这些野生动物的数量是全县总人口的近3倍。而在整个三江源地区，人兽冲突事件从2015年的不足1000起，飙升至2020年的近2万起。藏马熊，这个曾经濒临灭绝的物种，如今却成了当地牧民最恐惧的存在。西藏本地人不怕雪豹和狼，吓小孩都说熊来了。这种恐惧并非没有根据。与温顺的大熊猫不同，藏马熊是棕熊的青藏高原亚种，也是世界上肉食比例最高的熊类之一，仅次于北极熊。它们体重可达400公斤，奔跑速度高达56公里每小时，被当地人称为高原霸主。更关键的是，保护政策的成功正在成为一把双刃剑。作为国家2级保护动物，藏马熊种群在过去20年里快速恢复。但与此同时，气候变化、
栖息地重叠、食物竞争等因素，让这些重达数百公斤的邻居越来越频繁地闯入人类世界。在这片被称为世界第3级的土地上，一场关乎生存的较量正在悄然展开，而共级的悲剧只是这场较量中最新的一个注脚。深夜的三江源静谧的只剩下风声，但对于当地牧民来说，这样的夜晚却充满了未知的威胁。监控画面记录下了令人不安的一幕。囊谦县某小学的监控摄像头拍下了这样的场景：昏暗的夜色下，一只体型肥硕的藏马熊翻越围墙，进入校园，径直走向食堂，在校园内展开了长达20多分钟的巡逻。更令人心惊的是，他的动作从容不迫，仿佛这里就是自己的领地。而在智多县的垃圾填埋场，诡异的场景每夜上演，10几只藏马熊聚集在垃圾堆中，它们似乎已经形成了某种社交模式。车灯照射时，它们会瞬间消失，但车灯一灭，黑暗中又传出窸窸窣窣的声音，它们又回来了。难以置信的是，有的藏马熊开始展现出异常的智慧。传说中，藏马熊会在公路边直立身体，模仿人类招手，远远望去就像是有人在求助。当你越走越近，意识到那不是人时，往往已经太晚。有经验的牧民知道，当你在野外徒步或骑行时，可能早就被藏马熊跟踪了好几公里。他们会保持着看似安全的距离，悄无声息地尾随。对于路过的自驾游客，他们表现得人畜无害，甚至有些可爱，歪着头观察，坐下来做出憨态可掬的动作。但牧民们知道真相，这些看似友善的表演往往是攻击前的伪装。在318国道沿线，越来越多的野外露营者和骑行者报告了类似的遭遇。那些看起来呆萌的大家伙，实际上是在评估你是否值得一试。夜晚的威胁更是让人寝食难安。牧民们经常听到门外传来沉重的敲击声，那是藏马熊在试图进入房屋觅食。当夜晚听到这种敲门声时，如果没有人声回应，牧民们往往不敢随便开门，因为门外可能不是人，而是一头饥饿的藏马熊。监控录像显示，藏马熊竟然知道哪个是窗户，哪个是门，会直接把大门卸掉，闯进屋里找吃的。这种令人不寒而栗的智慧，让牧民们开始重新审视这些动物。这种威胁不仅针对普通牧民，连武装人员也难以幸免。在唐古拉山的无人区，驻守的官兵们同样面临威胁。这些熊会在深夜撕碎物资帐篷，翻铁栅栏闯入营区，甚至连军犬都在搏斗中负伤，耳朵被拍扁，牙齿被打脱。白天的遭遇同样令人心惊。在巴青县的大街上，藏马熊会大摇大摆地漫步，甚至见人就追，毫不畏惧。一些带着幼崽的母熊更加危险，任何被他们视为威胁的人都可能遭到攻击。调研数据揭示了更令人震惊的现实：92.31%的牧民都经历过人熊冲突，这意味着几乎每一个牧民家庭都曾与危险擦肩而过。在马多县花石峡镇，周边20多户牧民家都被藏马熊光顾过。走进受袭的房屋，破坏现场触目惊心，铁皮外墙被撕开，家具东倒西歪，而那个留在椅子上的巨大熊掌印像是某种威胁的宣言。更让人绝望的是，传统的防护手段正在失效。电围栏被轻松破坏，围栏和稻草人对藏马熊毫无威慑作用。面对越来越聪明的藏马熊，牧民们却束手无策。一方面，藏传佛教不杀生的文化理念让100%的受访牧民只愿选择驱赶；另一方面，藏马熊作为国家2级保护动物，法律严禁捕杀。更关键的是，过去牧民们可以鸣枪驱熊，但随着枪支管制的加强，普通牧民已经很难获得持枪证，失去了最有效的威慑手段。这种多重约束下的温和对抗，面对日益大胆的藏马熊显得苍白无力。以前是我们怕熊，现在是熊不怕我们了。当地流传的这句话背后隐藏着一个更深层的问题：为什么曾经避人如蛇蝎的藏马熊，如今却变得如此大胆？要理解藏马熊为何如此大胆，我们首先需要认识这种动物的真实面目。藏马熊，学名西藏棕熊，是棕熊的青藏高原亚种。与人们印象中憨态可掬的大熊猫截然不同，藏马熊是一台真正的杀戮机器。它们体长可达2米，体重高达400公斤，奔跑速度56公里每小时，
前掌拍击力达1600公斤，足以击碎汽车挡风玻璃。日本研究机构对北海道棕熊的攻击力测试揭示了惊人真相。实验中，一只棕熊瞬间扑倒假人，并直接攻击面部，随后撕咬直至假人破碎。与老虎、狮子等猫科动物先咬断猎物咽喉，等其死亡后再进食的习性不同，熊类会在猎物仍有生命迹象时就开始享用。这意味着被熊攻击的受害者可能会在清醒状态下经历最可怕的过程。更可怕的是，藏马熊是世界上肉食比例最高的棕熊，仅次于北极熊。在食物匮乏的高原环境中，它们进化出了极强的攻击性和智慧。一只成年藏马熊每天要吃掉11到16只鼠类动物，同时还会抢食狼和雪豹的猎物，甚至捡食腐尸。但真正让藏马熊进化的是人类活动模式的改变。科研数据显示了一个惊人的事实，在人居环境中，79.56% 的藏马熊活动都是入食行为，其中60.55% 能够成功获取食物。这意味着什么？对藏马熊来说，闯入人类房屋已经成为一种高成功率的狩猎方式。藏马熊还拥有惊人的记忆能力，一旦成功入室获取食物，即使房内食物已被撤走，仍会持续回访。这种条件觅食依赖让它们越来越大胆。人类定居模式的变化为藏马熊提供了绝佳的作案机会。调研发现， 83.97% 的牧民房屋在夏季处于空置状态，牧民转场到夏季草场，留下的空房成了藏马熊的自助餐厅。这些房屋内储存的青稞、酥油、面粉、肉制品等高能量食物，对长期以挖掘鼠兔为生的藏马熊来说，简直是天堂般的存在。同时，气候的变化也进一步加剧了这种冲突。全球变暖导致藏马熊的冬眠时间缩短，觅食期延长。它们的主要食物旱獭冬眠醒来的时间却比藏马熊更晚，形成了一个饥饿窗口期。在这个时期，饥肠辘辘的藏马熊被迫进入人类活动区域寻找食物。研究显示，藏马熊的活动高峰期出现在4月和7月。4月是它们刚出冬眠的饥饿期，7月恰好是牧民转场、房屋大量空置的时期。这种时间上的完美重合，让人熊冲突变得不可避免。而4月到6月这期间，同时还是冬虫夏草的采集期，大量牧民上山搭建临时帐篷，里面储存着粮食、酥油、肉类等生活物资。而此时正值藏马熊刚从冬眠中苏醒的饥饿期，帐篷中的食物气味对它们有着致命的吸引力。当牧民白天外出采集虫草时，无人看守的帐篷就成了藏马熊的流动餐厅。但最可怕的是，这种垃圾场聚会正在改变藏马熊的本性。这些在垃圾场觅食的藏马熊已经学会将人类活动与食物来源联系起来，不再恐惧人类，甚至主动靠近人类聚居区。这种行为模式一旦形成，就会通过学习和模仿在熊群中传播。当自然的食物链被人为打断，当野生动物开始依赖人类的施舍，一场生态灾难就悄然开始了。藏区的人熊冲突并非孤立，在世界范围内，随着野生动物保护的成功和人类活动范围的扩张，类似的悲剧正在各地上演。日本正在经历史上最严重的熊患危机。日本黑熊数量从2012年的约14000只激增至2024年的44000只，加之人口减少，导致乡村空心化，人熊栖息地界限变得模糊。2023年4月至2024年4月间，日本记录了219起熊攻击事件，造成6人不幸遇难，这是自2006年统计以来最严重的数字。更令人担忧的是，这些袭击大多发生在人们的家中或家附近。秋田县一位66岁男子在自家车库遭遇黑熊，一位女高中生在等公交车时遭到袭击。2023年11月，北海道福岛町附近的山里发现了一名22岁大学生的遗体，现场还发现了一头棕熊的尸体。这些迹象表明，这名大学生很可能是被熊攻击的。气候变化导致熊的主要食物橡子收成越来越少，鲑鱼也因海水温度上升无法正常洄游。饥饿的熊被迫进入人类聚居区寻找食物。但令人惊讶的是，即便有人员伤亡，日本依旧主张与熊共存，避免大规模猎杀。他们倾向于通过设置缓冲区、红外预警、
专人巡林等方式来尽量不干扰熊的生活。公众更倾向于认为熊是自然的一部分，不该因人类恐惧而被抹除。这种态度听起来理想，但也让人思考，当生态共存变成人命代价，我们是否需要重新定义人与野生动物的边界？在熊类研究最为深入的北美洲，数据同样令人担忧。1900年到1980年的80年间，北美有23人在美洲黑熊攻击中失去生命。在黄石国家公园，几乎每年都会发生棕熊袭击事件。2023年7月，一名女性徒步者在黄石公园遭遇棕熊袭击，不幸离世。在加拿大班夫国家公园，2位经验丰富的野外露营者遭遇棕熊袭击，现场发现了已经用尽的防熊喷雾和发出求救信号的 GPS 设备，但救援还是来得太晚。俄罗斯的案例更加惨烈。2015年，俄罗斯一名经验丰富的猎人虽击中300公斤重的母熊要害，但熊临终反击仍造成了严重后果，猎人面部严重受损，全身多处受伤。这些惨痛教训催生了宝贵经验。北美统计显示，使用防熊喷雾的存活率高达 98%， 而使用枪支反击的存活率仅为 50%。 在中国，安都县牧民配发防熊喷雾后，驱熊有效率达到 92%。 各国在处理熊患问题上都面临相似困境。日本政府最近修订法律，赋予专业人员在人口稠密区域自行决定处置威胁性熊类的权利，但资深从业者却抱怨，按政府的要求处理一只熊得到的8000日元仅够支付材料费。在欧洲，2000年到2015年间发生了481起棕熊袭击事件，其中东欧地区的伤亡率高达 32%。 罗马尼亚成为欧洲熊袭事件最多的国家，当地政府在保护政策和民众安全之间艰难平衡。这些案例揭示了严峻现实，人熊冲突正成为全球性问题。无论是日本黑熊、北美棕熊还是藏马熊，都面临栖息地缩小、食物短缺与人类活动重叠的困境。而人类的挑战也惊人一致，如何在保护顶级捕食者的同时确保民众安全？对于普通人来说，这个宏大的问题或许太过遥远，但一个更现实的问题摆在面前：我们普通人遇到熊的时候该如何保命？当贡吉在昌都大圣乡遭遇藏马熊时，他可能没有时间思考如何应对，但对于可能踏足藏区的人们来说，了解正确的防护知识可能就是生与死的差别。许多人对熊的认知来自于民间传说或影视作品，但装死、爬树、转身逃跑这些本能反应反而可能激发熊的攻击欲望。熊的短距离冲刺速度可达50公里每小时，人类根本无法逃脱。而且熊天生具有追逐逃跑猎物的本能，你的逃跑行为会立即将自己标记为猎物。至于爬树，棕熊和黑熊都是爬树高手，特别是年轻的熊，爬起树来又快又稳。正确的遭遇应对方式因熊的种类而异。在藏区，如果远距离发现藏马熊，最好安静离开，寻找避开熊的路线。距离较近被发现时，应避免对视，用余光观察，侧身缓慢后退。切忌大喊大叫，因为尖叫反而可能激怒熊。如果藏马熊向你冲来，立即展开衣物，让自己看起来更大，有背包的举过头顶，增加威慑。保持冷静，避免突然动作。万一遭遇直接攻击，全力反击鼻眼部位，这是藏马熊唯一的敏感区域。但专家强调，这些方法都无法保证100%的生存可能。根据国际经验，防熊喷雾是普通人应对熊攻击最有效的防御工具。这种高压喷雾能够在5到10米距离内释放刺激性气体，有效率高达 92%。使用时要对准熊的鼻子、嘴巴和眼睛，持续喷射2秒钟。但使用时要注意风向，必须站在上风口，否则容易误伤自己。虽然国内能买到类似产品，但质量参差不齐，需要认真识别。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总结的防熊经验已成为全球标准。面对棕熊要保持静止保护头颈，面对黑熊要全力反击。但其实最好的防护就是避免跟熊遭遇，多人结队，制造噪音，携带防熊铃是比较可行的办法。如果你进入藏区，也尽量不要单独前往偏远的地区。防熊铃的原理常被误解。
它的作用不是吓跑熊，而是提前通知熊有人接近。人类在野外徒步时，脚步声很轻，可能会无意中走到熊的附近，甚至误入母熊和幼崽之间，这是最危险的情况。铃铛的持续响声能让熊提前感知人类位置，通常他们会选择主动避开，避免突然遭遇时的应激攻击。除了声音预警，时间和路线的选择同样重要，应该避免在黎明、黄昏和夜间活动，这是藏马熊最活跃的觅食时段。行进过程中要时刻留意熊的痕迹，粪便、足迹、树上的爪痕都是警告信号。同时要远离有浆果或动物尸体的地方，这些都可能是藏马熊的餐厅，贸然接近极其危险。最危险的行为是投喂和近距离拍摄。网络上游客摇下车窗投喂藏马熊的视频极其危险。投喂会让藏马熊将人类与食物联系起来，不再害怕人类，反而主动靠近人类聚居区。一旦野生动物失去对人类的恐惧，它们就可能发展出攻击性行为。那些看似可爱的熊类视频背后，实际上是在训练掠食者，最终可能造成无法挽回的悲剧。如果在野外露营时听到帐篷外有动静，千万不要贸然查看。正确的做法是在帐篷内制造噪音，敲击物品，大声说话，尝试吓走可能的野生动物。如果发现小熊，要格外小心，因为母熊可能就在附近。永远不要让自己置于母熊和幼崽之间，这是最危险的位置。带幼崽的母熊攻击性极强，会把任何接近的生物都视为威胁。但即使掌握这些知识，面对450公斤重的高原霸主，人类仍处于绝对劣势。最好的保护就是尊重他们的领地，保持安全距离，永远不要低估野生藏马熊的危险性。当我们掌握了如何在野外保护自己的知识后，一个更深层的问题浮现出来：为什么会出现如此严重的人熊冲突？答案指向了一个令人矛盾的现实，正是生态保护政策的巨大成功造成了今天的困境。三江源的生态保护堪称奇迹，藏羚羊从保护初期的不足2万只恢复至7万多只，但硬币的另一面却是牧民们的血泪。随着藏马熊种群的快速恢复，人兽冲突从2015年的不足1000起飙升至2020年的近2万起。然而，不同的人群对这场冲突却有着截然不同的认知。在牧民眼中，藏马熊是真正的威胁。2024年，我妹妹学校附近有2个牧民被吃了，一个重伤送到医院，勉勉强强才保住了性命。去云南藏区旅游，晚上藏民都不建议离开院子，因为会有熊出没。这些评论反映出当地人的切身恐惧，但在许多游客眼中，藏马熊却是可爱的大型宠物。网络上充斥着游客投喂藏马熊的视频，弹幕里满是好可爱、想摸摸的留言。这种萌化让人忽视了危险，也加剧了人熊冲突。网络的传播让藏马熊变成了人面熊的恐怖传说。藏区有一种熊叫人面熊，胸部有白色的毛，太阳要落山的时候，它会把牛粪带到头上，伪装成牧民，向山下吹口哨来引诱人类。如果这时候你上去了，那就记了。这样的描述广泛流传。如果在野外偏僻地区，大雾大雪天气，见到一个高大的模糊人影在招手，就赶紧跑，因为他们还会模仿人类，半夜在路边拦车，把你骗过去吃掉，光看文字都会发抖的程度。而事实上，藏马熊的招手很可能只是感到威胁时的警告姿态，但在恐惧和想象的加工下，被塑造成了精心设计的诱饵。更令人担忧的是，一旦发生袭击事件，问题可能变得更加复杂。网络上流传着这样的说法：曾经品尝过特殊食物的熊类会对这种食物产生记忆，可能影响其后续的觅食偏好。虽然没有确凿的科学证据支持，但这种担忧在民间广泛存在。如果这种说法是真的，那些曾经伤过人的个体该如何处置？从藏马熊的视角来看，它们只是在为生存而努力。气候变化、栖息地缩小、食物短缺，这些因素迫使它们进入人类活动区域。它们学会开门，记住食物位置，这不是狡诈，只是适应环境。当自然的食物链被打断，当传统的猎物变得稀少，向人类求助成了他们的无奈选择。补偿机制的困境进一步加剧了这种对立。调研数据显示， 71.79% 的牧民对现行补偿政策表示不满。在文化约束、法律保护、枪支管制的多重压力下，牧民们陷入了无解的困境。共济的悲剧提醒我们，这不是简单的人与熊的对立，
而是一个复杂的社会问题。牧民需要安全，游客喜欢萌宠，网民制造恐慌，而藏马熊只是想活下去。当我们在网络上转发可爱熊熊视频时，是否想过投喂行为可能害了下一个公鸡？当我们传播人面熊传说时，是否考虑过这种妖魔化可能影响科学的保护策略？或许真正需要改变的不是藏马熊的行为，而是我们对待它们的方式。既不应该将它们萌化成无害的玩偶，也不应该妖魔化成可怕的怪物。它们就是野生动物，值得尊重，但也需要保持距离。最后，想问问屏幕前的你们，如果去户外，会准备驱熊工具吗？你觉得投喂野生动物该不该被禁止？如果某些个体曾经夺命，应该怎样处置？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你的看法。长视频制作不易，如果喜欢，还请点赞、订阅和转发。我们下期再见。上的熊很多吗？对，熊很多，死过很多人呗。死过很多人？对，就每天都有吗？啊，每天都挖虫草都有被熊咬死。每天没有，前几天有一个。那是多大年龄的？会有一个。哦。白天的时候呢？有些是晚上在睡觉的时候就吃了呗。晚上睡觉，这个熊也会，哎呀，这个糖掉了。晚上睡觉的时候，这个熊也会来到我们的帐篷里面吗？啊，对。我们的房子有啥？房子里面也有，也来过。